青天白日的就敢把水往自己身上泼，冤枉俺大外甥！大家伙说说，俺那外甥女可是县会主，是你们王家这种不要脸的贱人能想的吗？现在又来勾搭我好好的儿子，大家伙评评理，他们姑娘是什么好东西？俺们老蔡家才不稀罕呢！王小晴被说的一张脸惨白，怪不得大家伙都不爱搭理他。蔡大山，你别满嘴盘粪，俺好好的一个姑娘，被你一张脏嘴，好的也说成黑的了，还你大外甥，人家认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姨父吗？你们老蔡家连个老鼠进去都得饿死，还想找媳妇儿？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两个老爷们互喷，王家沟一众恶人看得津津有味，好久没吃饭了，吃个瓜也是好的。都住嘴，丢不丢人呐？蔡大山，王老根，你们两个跟我来，其他人都赶紧回家睡觉，站着不饿吗？他这个村正当的是相当不愉快，好事一件没有，破事一箩筐。两个老爷们跟在王大头屁股后面又吵吵了一道。你们两个都消停消停吧，屎壳郎骂大臭蛆，恶心不恶心呢？最后两个大老爷们为了这事又吵吵了2天，最后吵成了 CP， 啊呸，亲家。王小晴被4两银子嫁到了蔡大山家里之后，王小晴还找了陈柱子，可陈柱子早就看透了王小晴，怎么可能搭理他？王小晴现在后悔的恨不得给自己2个耳光，要是当初跟了陈柱子，现在哪有这些事儿？秋收结束了，严童愁的头发都白了，蝗灾干旱导致粮食欠收，已有地方饿死了人。朝廷本来答应拨给通川的5万斤粮食，等到了通川只剩下了2万斤。这些狗官，救命的粮食也不放过，50步笑百步罢了。北方的灾民越来越多，很多人离开了家乡，涌向其他各省，其他省份都不接收灾民，最后无果，所有人只能回到北方各省，要饭的要饭，抢劫的抢劫，只要能活命，还有什么要紧的？张知府也是一样的头疼。知府大人，实在是压不住了，每日都有难民到县衙闹事，上面的第2批粮食什么时候到啊？老子做官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鸟气。这些个王八蛋，一个灾民不接收，这些不是老百姓吗？他们走了几百里路，去了别的地方，竟然被像狗一样的撵回来。城门不开就算了，城门口都不让我歇脚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北方这几个省份活活饿死吗？知府大人，想想办法吧，给大伙一条活路吧。严童也跪在那里，只不过要睡着了。各位，你们难，本官也难呐。折子地上去了5、6封，可却如石沉大海，未曾有丝毫回音。唉，罢了罢了，各州这些个王八羔子想装死，做他娘的狗屁梦！来人，取我印信，给之前冀州支援过的那些州府去信，他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冀州出物出力，老子有难处了，一个个想装死。就是啊，当年我们柳谷县支援他们1万担粮食呢，如今连我们的百姓都不接收，狗东西啊！呸！不用他们给了，老子自己想办法。凭什么不要？这帮不要脸的东西，咱们老脸不要了，也要给底下的人要来粮食。张选安抚好众位州府县衙的官员们，最后好似才想起了严童来。严县令，通川县倒是比其他地方好过一些。知府大人，通川县虽然好一些，可也只能勉强维持1二，实在不敢当啊。本官这里有一封信，还望严县令代为转交给会县主。什么情况？有奸情？怪不得人家能做县主，一看到严童那眼神，张选还有什么不懂的？赶紧给本官滚！不对呀，那会县主还是个孩子呢，难道是私生女？严童感觉自己真相了。第2日，严童门下小厮颇为不耐烦地带着信来到了陈家村。陈乔家到时，那小厮正坐在陈正安家桌子正位喝茶呢，那坐姿，那不屑的眼神，好一个狗腿子！何人找本县主？家子竟如此之大。小人严县令家仆有一封信送与县主。本县主站着，家仆坐着。陈村正，好规矩啊！陈正安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大可不必呀，我的叔。会县主说的是小的错了规矩，还望县主赎罪。您可是堂堂6品的县主啊，严知县见了您那也是平级，是小老儿糊涂了，该死该死！真要是让严县令知道他下面的人犯了这样的大错，哎呀！小的见过会县主。陈乔乔并没叫起，连步微移，坐到了刚才那小厮坐的位置。陈村正，起来吧，本县主说过多少次了，
您不必多礼。小的谢过县主。信拿上来。陈哲安立马去把小厮手里的信接了过去，递给了陈乔乔。信里张知府着重骂了其他各州，又把下边这些废物官员数落一通，以严童最甚。之后把冀州各县百姓卖儿卖女，远走各州求生，又被迫返回冀州等死的惨状描绘了一番。这封信的最后，张玄恳求惠县主赶赴益州府献计献策，帮益州渡过此难关。没想到张知府如此看重我一个小小县主，姜果然还是老的辣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听说皇上赏了惠县主1000两银子呢。蚊子再小也是肉啊。信我收到了，你回吧，代本县主向沿县令问好。是，小的一定带到。陈乔乔还是让圆圆把赏钱给了小厮。回到家后，陈乔乔就把所有人关到了外面，开始认真想起对策来。他正愁没任务刷好感度，知名度也无法升级呢，这任务他不就来了吗？又反反复复看了那封信，确实是难呀。其他各州这不是想伸援手，想装死？皇帝老爷子那里估计连折子的影子都没看到，没银子，没外援，没粮食，还真是个难题呀。圆圆，去告诉下念念姐，明日随我去一趟冀州府。曹掌柜被圆圆请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曹叔，我这里有2000两银子。东家，您这是？曹叔，之后炸鸡的授意全放在您那里，我给了小福叔一份菜谱，您看着咱们能不能开个酒楼？好家伙，2000两银子这么值钱吗？陈家村受灾没有那么严重，又有陈乔乔3番5次的借粮，大家伙没意识到原来灾情已经这么严峻了。知府开了口，我作为县主不能当作没看到，况且我也想为灾民们做一些实事。二姐可有主意？二姐肯定行的，二姐是最厉害的，要不然二姐把芳芳也带着吧，出门在外肯定需要用人的。不要，你们在家需要人照顾，让芳芳留下来照顾你们吧。好，二妹放心，大哥肯定把家照看好。二姐还有任务给你们呢，你们这样。有任务？几个孩子眼睛都亮了。啥任务啊，二妹？你快说，大哥肯定想。二姐，我胳膊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也想为冀州出一份力。我这里有1两多银子，我也想帮忙。哎呦，二姐，你快说吧。马上入冬了，灾民吃什么穿什么？冬天那么冷，他们怎么过冬？咱们家还有800两银子，我带走100两，剩下的留给你们。你们好好想想这些问题，然后想想自己能做什么，想好了捎信给我。之后，陈乔乔又交代给了几人一些其他的任务。城北仓库，陈乔乔从圆圆的包裹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那扇仓库的大门。这是仓库里面一袋袋的粮食码放得整整齐齐。别这这那那了，一边装车一边说。狗牙子几个人，还有那些负责拉粮食的赶车的汉子，一共40-50人，开始往车上装粮食。此时县衙里，哎呦，我的老爷，您怎么还坐得住啊？之前呐，我就让您没事多关注关注惠县主，那可是能找到水源，能找到灭虫之法的县主啊，能跟普通县主一样吗？怎么找？水能找到，药能找到，看这粮食怎么找？天上掉下来。今儿一大早啊，城北仓库那边拉出去多少粮食您知道吗？5万担呐，整整20辆车装得满满的。这跟惠县主有什么关系啊？这粮食啊，据说是惠县主有远见，先前同顾少爷借银子囤下的，因这蝗虫的是怕有灾害，都拉走了，没留点儿。你平常搭理人家吗？人家凭啥给你留啊？咱们通川县也是灾区啊，惠县主既然都拉走了，他就不怕寒了咱们通川百姓的心？老爷，留下是情分，不留下又怎么样呢？人家这粮食是拉到府衙赈灾的，您自己不努力，还想让人家主动送过来？两个人正说着呢，门房小厮突然快步走了过来。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说是惠县主家人。陈师爷，快随本官出去看看惠县主有什么吩咐，咱们可不能拖了惠县主的后腿呀。严大人，你的脸呢？严童和钱师爷一出来就看到了好几辆马车，
上面装的都是粮食，激动的脸上褶子都挤到了一起了。这位就是惠县主的兄长吧？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哎呀，关键时刻还得是惠县主想着咱们呢。快把这些粮食盘点一下，直接分发给几个受灾最严重的镇子上去，别耽搁。陈乔良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这盐桶有时候混账了一点，这件事倒是办得还成，只要没贪灾民的东西。冀州城陈乔乔也来过几次，可这次看到的却明显不同。街道上没什么商贩，3不5时的就能碰到一些类似乞丐的人堆积在街边，那些人看上去没什么精神，有路过的人就有气无力地求上几句。府衙派来接应的人本以为陈乔乔只带了些简单的行李，没想到还带了20多车的粮食。惠县主啊，您这些粮食实在是太及时了，有了这些粮食，怎么也能再撑上几日。张大人客气了，您给我说下现在的情况吧。您都向哪些州求援了？是否有回应？一说到这个，张选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除了兖州，其他2州屁都没有一个，只会哭穷装犊子。张大人，您现在就上奏，写一封赞许各州帮助的折子。这些个狗东西一毛不拔，老子还感谢他们？陈乔乔扶额，这张选还是个热血老青年。大人，求救的折子递不上去，这感谢各州府的折子总递得上去吧？可是他们又没答应给东西，为啥感谢他们呢？感谢的信都呈送到皇上那里了，他们不想给也得给。您看是马快还是鸽子快？咱们怎么快怎么来。妙啊，还能这样？这几个老杂毛活该被坑。惠县主这个主意好啊，只是不知可要写各州具体援助了多少东西。这个不必，只管说尽好话，把他们夸上天。另外，各州不是装死吗？您再给各州写一封感谢信，在信里提一提，您知道各州肯定不会不闻不问。为了感谢各州相助之恩，已经把感谢各州的奏折呈送御前了，然后在冀州各处宣扬，其他几州不日即将援助粮食、药品等物资，让大家稍安勿躁。惠县主果然大才呀，您这一来就解决了最大的问题。哎，老夫佩服啊！张大人客气了，我这点小小计谋上不得台面，大人不屑于用这些阴私罢了，否则怎会想不到。张选有些惭愧，要是能想到，他早就用了好吗？张大人，既然各州都决定捐款捐物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自救？冀州那些乡绅地主可不少，这时候做缩头乌龟可不成。这些个商人是最重利的，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才不会干呢，让他们意思意思还成，真让他们出点血啊，比杀了他们都难受呢。张大人，手下可有那种身手好夜行无阻的手下，派给我几个用用。惠县主，不知您是作何用途啊？自然是探探他们的虚实，想让他们出血，总得知道他们有多少血呀。你是一点阳谋都没有是吧？不过好像还挺有道理。另外，咱们冀州有哪些商会，也麻烦张大人派个用得上的人给我，知己知彼嘛。张选却不敢苟同，这些乡绅富豪还有各大商会最是狡诈，威逼利诱什么办法他没用过。这些人脸皮厚的堪比城墙，又熟知法律，想抓他们的小辫子属实不易。大人，这冀州最怕的是人心散了，麻烦您贴张告示，能寻水找药的惠县主来了，什么大灾大难都不怕，惠县主同冀州共进退，冀州定能渡过难关。惠县主，这虽然您能来，确实帮了不少大忙，可这样的话说出去，张大人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您说的。要是我做不到，那也是您判断有误。合着我在这儿帮您背锅呢。县主，知府把您要的人送过来了。小田，把人带过来吧。来的一共有5人。县主，这位刘主簿是知府大人派来帮您熟悉冀州情况的，马婆子是留在院子里伺候您的。这3位大人都会些拳脚功夫，您在冀州期间，这几人供您差遣。那就谢过张知府了。小田，你带着马婆子下去吧，刘主簿先稍作片刻，我和这3位壮士说几句话。县主请便。陈乔乔把3人叫到一旁，你们3个对冀州那些有钱人家都熟悉不？回禀县主，小的生在冀州，对这里十分熟悉。我就给你们1夜时间，你们想想办法，把冀州那些个有钱的老爷家的底给我探一探，每家有多少银子，多少粮食，还有什么好东西，记录好明日报给我。还有哪些为富不仁，哪些行事有度，乐善好施的，也一并记录下来。那些富商也不会把钱和粮食都放在家里啊，
这探查能探查到多少是多少。记住，你们一是要探查下他们府上明面上的家底，二是搞出一些动静来，懂了没？三人齐齐点头。听明白了，你们倒是行动呀！等着我在这儿给你们唱送别呢。送走了黑衣三人组，陈乔乔还要去见一见这个刘主簿，了解下冀州的其他事宜。县主辛苦了，今日一路奔波到冀州，也不曾休息。哪里话，我身为冀州人，自当出一份力。客套话我也不说了，麻烦刘主簿再和我详细说一说冀州现在的情况吧。如今冀州城粮铺在哪些人手里？他们有多少存粮？所有药铺可还正常营业？救急的药草可有准备？所属冀州各县现在遭灾情况如何？哪些地方最为严重？可有发生暴乱或是抢劫伤人之事？柳群也没想到这个惠县主会一下子抛出这么多关键问题，他有些自愧不如。属下官有罪，这些问题有的下官确实不是很清楚。50多位各行业老板东家齐聚一堂，咱们冀州商会有钱，那也不能白白给了朝廷。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朝廷也拿我们没办法。就是那些穷人受灾了也活该，他们自己没钱没本事，和我们什么关系？凭什么一有灾就让我们捐这捐那的？郝会长，您明日不去啊？商会事忙，老朽年岁大了，你们代表就是了。鸿运楼2楼，哎，这日子难过呀！张知府让咱们来也没有用啊！老子就是没钱，能怎么样？说100次也是没钱。李掌柜，喝杯茶消消火。张大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这面子可是要用银子给的。何老板，你要是愿意给，你去给吧。这样的帖子张知府已经发了多少次了？每次来还不是喝茶，听听张知府诉苦。张知府到。张选一马当先，后面跟着罗师爷，后面还有2个娘子。见过张知府。诸位都是老熟人了，不必客气。今日给诸位介绍一人，想来诸位也都多少有所耳闻呢。这位就是朝廷亲封的惠县主，我们冀州唯一一位6品的县主，拜见惠县主。惠县主大名早有耳闻，没曾想竟如此年轻啊！是啊，真是年轻有为，巾帼不让须眉呀。好了，客气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都坐吧。惠县主也坐。陈乔乔一句话未说，只是打量着这些一个个肥得流油的商人。诸位都是我们冀州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啊，说话办事都举足轻重。张某也不是第一次邀请大家来了，想必大家也知道所谓何事。不过呀，这次有一些好消息，各州已经答应支援冀州了。只不过啊，我们自己也不能指望着外人，还望各位能伸出援手啊。陈乔乔没想到张选竟然姿态如此之低，环顾四周也就来了20多人，可柳群给他的资料里怎么也有30多人呀。我们这也难呐，大人。就是啊，大人，我们这之前也捐过了，您总得给我们留条活路不是？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写信给名下其他各地的商铺了，您再等等，再过几个月，怎么也能捐上一批粮食来了。罗师爷，我看好像有不少人没来啊，我这初来乍到也不认识，您把没来的人记录一下。陈乔乔这一开口，众人皆是一愣，呵，一个黄毛丫头想威胁他们。知府大人，您看在座诸位这身材，明显粮食都吃了，哪有粮食捐给朝廷？别以为你是县主就可以胡说八道，说什么也没用，就是不捐。一个小丫头罢了，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了？这冀州怕你是没来过吧？一个县主，还是乖乖回家等着嫁人去吧。刚才那个拍桌子的李老板不愧是个猛人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，别人不敢得罪的人他也得罪。一个小小的县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是有钱，我们就不捐，怎么了？你们还能把我们冀州商会所有人都得罪了不成？兄弟，你是敌军吧？这些话是他们商会众人为了应对张选私下说的呀，怎么能拿到台面上来说？谢念想上前被陈乔乔拦下了。念念，你说他们这骂街的样子是不是不太行啊？依我看，确实不怎么样。贱人，一个小小的县主嚣张什么？我们冀州商会你得罪不起？商会众人齐声后退一步。这货不是商会的，他被除名了，就在刚刚。扑通一声，知府大人，本县主不知哪里得罪了李老板，竟如此辱骂于我。若我只是个村姑，这骂也就骂了，可我如今可是皇帝陛下亲封的县主，万不可受此屈辱，还望张知府做主。李天才，你可知罪？是他先说我等不如那骂街的妇人的。来人，押回衙门，择日发落。张大人，李老板刚才一时嘴快而已，还望县主大人见谅。那我要是不见谅呢？老刘，别说了，我就骂了，
怎么样？有能耐就把我抓起来！辱骂县主，50大板算轻的了吧？下次李老板可要注意了，饭可以随便吃，话怎么能随便说呢？本县主也不小呀，这可关系到朝廷的颜面。李天才被气得差点蹦起来，想骂还不敢骂。人带走。罗师爷别忘了把那些没来的老板名字都记好。下面那些人看着被带走的李天才，脸色都有些不好。对了，张知府，您不是还有要事要先去忙吗？读公告的事儿，我和老罗来吧。诸位，本官还有事儿，先行告退。冀州公告如下：即日起，凡为冀州捐款捐物者，皆应为我冀州百姓所爱戴、所敬重。故凡捐赠出资者，按捐赠金额物资，皆可留名于冀州功德碑之上，名垂千古。底下人一顿鄙视，不就是有个虚名吗？然不捐者，也非各位之责，实乃各位心有余但力不足，更应感谢。故所有不捐者，亦留名于功德碑之上，名垂千古。众人一头问号，人家后边写着捐款千担粮食，他们后面写了捐了空气，大可不必。这个千古也不是非名垂不可呀。老罗一张脸憋得通红，就连谢念和圆圆也是低着头，尽量不让自己的肩膀抖得太厉害。凡捐赠物资者，按捐赠物资多少，可享受冀州免税之力。捐赠最多者，可免50%商税，连免3载；捐赠第2名者，可免商税30%，连免3载；捐赠3到20名者，可免商税1%，连免2载。商会众人脸色这才好了不少，不过他们还记得昨日会长的嘱咐，万不可松口。然还没完没了啊！怎么又燃什么？然不捐者，定是不适合经商，赔尽数万家资，才无力捐赠。既如此，我冀州府亦对诸位不离不弃，愿意劝导诸位不才。不才？你不才呢？你全家都不才，听不下去了，完全听不下去了。弃商从农，再创辉煌。好，圆圆啪啪啪一顿鼓掌。弃商从农，弃商从农。张知府牙都要笑掉了，这不明摆着说这些不捐款的就是穷，没钱，做生意赔钱了，不如回家种红薯吗？诸位不必急着捐粮，给你们1晚上时间考虑，明日可到府衙候捐。陈乔乔带着谢念、圆圆和工具人老罗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乔乔，他们都是一个商会的，一个鼻孔出气，看那样子让他们拔毛有点费劲儿啊。最难搞的老头今儿压根就没来，他们都是马前卒罢了。那个李天才你打算怎么办？真要打板子？他怎么说也是冀州商会的人，板子自然是要打的。唉，以后行事怕是不容易啊。几人来到了大牢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本老爷的笑话吗？哎，李叔行了，这里没人，咱们可以好好说话了。谢念和圆圆都懵了，没想到再见面你都成县主了。这个李天才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初陈乔生把自己卖给的那户人家。李天才不差钱，看着冀州老百姓受苦，他早就想出一份力了。高啊，还得是你们呀。李叔，之后您还得吃点苦头，不过您放心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到时候您使劲嚎几嗓子，咱们尽量真实点。挨2下也没事儿，这冀州商会我早就想退了。冀州有难，光想着自己，平常好处他们一点没少拿，这不是侠士所为，我不屑与他们为伍。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尽是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会长，咱们商会大家伙都是冀州土生土长的，真就看着冀州不管吗？是啊，会长，这天灾人祸要了多少人的命啊！老子凭本事赚的钱，凭什么给他们？他们这帮贱民饿死了就是享福了。自然有人不认同郝大友的看法，可郝大友在商会里几乎一手遮天。干爹说的对，他们要是愿意把自己的闺女送来几个，老爷倒是能考虑考虑给他们口吃的。我把话放这儿，谁要是敢私自捐了，别怪我王大头，让他在这冀州混不下去。再观望观望，老子倒是要看看这乡下来的县主有什么本事。不见兔子不撒鹰，这兔子还不够肥呀。第2日，兖州救援物资到，白银5000两，冬衣500件，粮食20车，应急药草3车。陈乔乔协助张璇把一批批粮食有序地发了下去。所有赈灾粮食务必用于灾民救助，如有从中作梗、贪污者，
任何人可举报，一经查实斩。各级关于接了那文书本来还有点小心思的也都收了起来。这个时候谁给冀州添乱，一定会被当成那儆猴的鸡。晌午在府衙堂前，张选亲自监刑，因以下犯上冒犯郡主，李天才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自那日鸿运楼后，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冀州城所有百姓都知道了商会不出银子帮冀州渡过难关，为此还骂了给冀州城带来20车活命粮食的惠县主。一时之间，商会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黑衣3人组还是给力的。这2天，他们夜探那些商会里几个大人物的宅院，确实发现了不少钱粮。除此之外，竟还有意外的惊喜。老子辛辛苦苦囤了那么多粮食，要草的，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狠狠地赚一笔？他张选没办法了，只能求朝廷给银子。到时候他还不是得找老子买？都给我挺住了！这时候谁敢跟老子搞事情，别怪老头子心狠！这些鱼肉百姓的混蛋，他们赚的钱还不是冀州百姓的血汗钱？没有冀州百姓，哪有他们的今天呢？本来陈乔乔只想私下查这些商人手里握着多少东西，尽量想办法先说服他们捐一些银钱，救救受苦受难的百姓。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提前采购了粮食药品，致使冀州在为难的时候无粮无药。张大人不必动怒，现在应该尽快想办法，不让这些小人得逞才是。夜里，冀州商会，郝大友看着桌上的告商会书，冷哼了一声：怎么样，那个什么县主也没法子了吧？大牛，把信拿给大家伙看看。信是以惠县主的名义写的，信里陈乔乔描绘了冀州城的惨状。乡野之间，不少人每日吃野草树根为生，冀州城内到处都是乞讨之人。后面是真诚的再次恳求商会伸出援手。那些看了信的人也不免有些失望，他们有一些人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的，奈何郝大友和他的3个干儿子太不是东西，把控着冀州商会，他们有怒也不敢言。本想着惠县主和张知府要是能说动郝大友捐粮，他们就出一份力。继续观望，老头子我年岁大了，得睡个好觉。听了3人组的汇报，陈乔乔一点都不意外。别说冀州城死了几十人，就是死了成千上百人，怕是也不会眨下眼皮。张大人，明日请您召集冀州各级官员，我想带着大家去受灾严重的各处去看一看。县主啊，现在正是救灾的关键时期，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那功夫陪你去看呢？最多3天，我保证冀州百姓有粮吃。笑话，冀州多少百姓，多少灾民，你个小丫头信口雌黄。30天，你要是能搞到粮食，让冀州百姓不受罪，我老罗第一个给你磕头。不用30天，3天内必然有粮。罗师爷冷哼了一声，气得直哆嗦。第二是罗师爷还是按照张选的吩咐，召集了冀州各级官员，严童也在内。早上也不让人吃饭，这干粮也太硬了。就是每日忙着安排救灾，难道我们还不尽心？就他一个惠县主最尽心，难道本官不知道灾民可怜？别说了，知府大人都答应了，那有什么法子？一行人来到了附近的一个马家村，村里大概有几十户人家，可走了快半个村子了，还没有看到一个人。难道所有人都……不会吧，不是也发了一些粮食吗？怎么会？红谷县令脸色非常不好看，他们县受灾最严重了，冀州几次分粮食也分到了红谷县，可没有一次够的。只走到了村子最里面，才看到了几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一块。几位老人家，我们是府衙里的官员下来查访，不知这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活命去了，能动弹的走就走了，还能哪儿去了？一位老人手里抓了一点土，正要往嘴里送。老人家，这……饿得难受啊！这本官前些天分发过粮食的呀，给孩子们带走了，他们去逃难，路上没吃的不成啊！来的时候，陈乔乔给这些官爷都发了粗粮饼子，那饼子硬得很，好些人都吃不下去。一个官员把饼子递给那老人，那老人没有接。眼看着活不成了，不浪费这粮食了，你们要是真有心呐，就救救别村还没饿死的孩子吧，我们这些老东西啊，没用了。就是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
不如生下来，让孩子们活。各位大人，行行好吧，俺们老的就不用管了，娃们可不能饿死啊！不少官员也有所触动，去卸下一袋粮食。立马有人去卸粮食。大人，你们要是真的想帮忙，那屋子里有几个老家伙已经去了，你们帮着埋了吧。之前呢，我们自己都埋了，可如今我们实在是动不了了。什么？那还能动弹的老人领着众人进了一间看上去还算不赖的房子。这房子呀，是我们这里最体面的了，一辈子没住到过这么体面的屋子，死了可算是住上一回了。炕上躺着5、6个7、80岁的老人，有2个已经断了气，还有一个眼看着也是不成了。有的官员已经受不了这种冲击，跑到外面干呕了。年年，他心里有些愧疚，他不是为了救这些老人来的，他是为了让这些官员来看看这副惨相，让他们为冀州出力来的。乔乔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如果没有你，只会有更多的村子更惨。来人，帮忙吧，把这些老人安葬吧。几个年轻的官员帮着把老人的尸体抬上了山，挖一个坑就成了，人都死了，无所谓了。匆忙安葬了老人，又给这些老人打了满满几大缸水，放下了一大袋子粮食。这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往下一个村子。马家村旁边是赵家沟，诸位大人可是有粮了？其他官员也几人一组到其他农户家里询问情况。孙正的眼神有些闪躲，吭哧了半天，只说虽然没死人，可以马上要活不下去了。阿爷，俺们又抢了一袋粮食，快煮了去，不然娃们要活不下去了。石头，老头子还是晚了一步。阿爷，这些人是？他身后又进来了3、4个面黄肌瘦的汉子，他们身上都有伤，目露凶光的看着屋里的几个人，手里的锄头和棍棒抓得有些紧。请各位大人饶命，小人们也是活不下去了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石头、铁蛋儿，你们几个人赶紧跪下。阿爷，这些狗官来咱们这里干什么？还带着女人？呸，都不是好东西，杀了就杀了。孩子，快别说了，他们有20多人呢。算了，都是命啊！一听说对方有20几人，这几个汉子是面面相觑。都先冷静，你们把武器放下。我们是来查看灾情的官员，给你们带了粮食，而且我们这里有练家子，你们肯定不是对手。我们抢了隔壁村的东西，还能活命？只要没闹出人命，非常时期可以酌情处理。真要是发生暴乱，他的乌纱帽可就不保了。对，小兄弟，先把武器放下，咱们好好商量。阿爷怎么说？七位，你们是什么官职啊？他们要是不动粗，你们真能宽大处理呀？这是咱们冀州知府张大人，这位是找到治虫治法的惠县主，绝对能保证。严童这时候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真要是打起来，他这身板不得让人打死呀？惠县主用药草杀死蝗虫的那个？没错，老人家，让他们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咱们慢慢说。那药草当真是厉害呀，可惜了，传过来的时候太晚了，村里没手上来杀粮食，都放下吧，听听几位大人怎么说的。石头几人才不情不愿地放下手里的棍棒。原来他们隔壁还有个村子，比他们这情况好不少。据说那个村有个大财主，虽受了灾，手里还有不少粮食。那老财主心善，加上村里人横加阻拦，堵死了出村的路，那老财主才不得不留在村里。不过提起那老财主的时候，石头几人欲言又止，显然还有些隐情不愿提起。他们就是靠着隔三差五去偷去抢那老财主的粮食，和对方村里人搏命，这才能偶尔弄点粮食，让村里不至于死了人。张璇把车上一大半的粮食都卸了下来，严令几人不得再去抢劫，并承诺不日就有救灾粮食送过来，这才去了几人说的那个村子。村里基本都是老人，还有一些孩子，只4、5个青壮年都挂了彩。听说呀，村子里有一个老财主，就是多亏了这位老财主，大家才不至于饿死。是啊，那王老太爷确实是个好人。张璇几人提出去看看那老财主，可那管事的明显不乐意，眼神闪躲。王老太爷病了，不能见人的，疯得厉害呢。可那王老太爷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哪怕是疯了，张璇几人也想见一见。
可那管事的却越发拦着，怎么都不让见人。各位大人做主啊，俺们家老爷没有病。正在众人疑惑间，一个40多岁的婆子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，后面还有几个妇人在追她。谢念一步上前，把那些个想上前的妇人拦在了身后。各位大人，俺们老爷没有疯，是这群人抢了我们老爷的粮食，怕我们老爷跑了，才把他给绑在这里的。大人做主啊，我们老爷的粮食给了大半给村里，想带着全家老小逃难，他们拦着我们老爷不让走，害得我们老爷家破人亡，一家老小全都饿死了。在场众人都听的是震惊不已，人家已经把大部分的粮食都施舍了，竟然还简直是畜生！休得胡说！大人，这妇人也是个疯子，她是胡说八道的。这都是那王老太爷太疯了，村里人看不住才。